婚礼现场，司仪刚刚说完交换戒指，准婆婆却突然抢过麦克风，当着100多桌亲友的面高调宣布：28万8的聘礼，我们家不给了。反正早晚是一家人，钱放在谁那儿都一样。台下瞬间炸锅，新郎在一旁唯唯诺诺，甚至暗示我为了大局忍气吞声。面对这般奇耻大辱，我没有哭闹，而是冷静地接过麦克风，当场退婚，一笔一笔算清了酒席、装修和车贷的糊涂账，勒令男方3天内连本带利吐出33万。看我如何手撕算计婆家和懦弱妈宝男，飒爽转身，逆风翻盘。如果你也喜欢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寻找生活的共鸣，请订阅小宁讲故事，你的点赞与评论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。司仪刚刚说完请双方父母登台这句话，宴客厅的水晶灯晃得人眼睛疼。我穿着那身拖尾3米的婚纱，站在舞台中央，手里还捧着那束特意从云南订购的香槟玫瑰。李强站在我左边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侧过脸对我笑，小声说：“淑芬，别紧张，马上就到交换戒指了。”我也对他笑了笑，手心有点出汗，不是因为紧张，是因为我知道该来的总要来。司仪还在说着那些千篇一律的祝福词，什么天作之合，什么百年好合。台下坐着120桌宾客，我爸妈坐在主桌。我妈今天穿了件暗红色的旗袍，头发盘得很精致。她一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。李强的父母坐在另一侧主桌，他妈妈王大妈，也就是我准婆婆，穿了身大红色的套装，脖子上那串珍珠项链是我上周陪她去挑的。她正和旁边一个亲戚说着什么，边说边笑，涂着正红色口红的嘴一张一合。司仪终于说完了开场白，现在有请我们英俊的新郎李强先生，美丽的新娘林淑芬小姐交换爱的信物。音乐响起来了，是那首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李强从伴郎手里接过戒指盒，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那对卡地亚的对戒，我们挑了整整1个下午。他拿起女戒，牵起我的手。司仪在旁边煽情：“新郎，请你为你心爱的新娘戴上这枚戒指，从此圈住她的一生，圈住你们的幸福。”李强的手有点抖，戒指刚碰到我的指尖。等一下，一个声音从舞台侧方响起来，很尖，很亮，穿透了音乐，穿透了司仪的麦克风。全场瞬间安静下来，音乐还在放，但已经没人听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声音的来源。王大妈站了起来，她理了理那身大红色套装的衣领，踩着5厘米的高跟鞋，一步一步走上舞台。高跟鞋踩在地毯上，没什么声音，但我觉得每一步都像踩在我心口上。李强愣住了，他拿着戒指僵在那里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妈。妈，你干什么？他声音压得很低，带着点慌乱。王大妈没理他，他直接走到司仪身边，很自然地拿过了司仪手里的麦克风。司仪有点懵，但没敢拦。王大妈试了试麦，喂喂，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，有点刺耳。她清了清嗓子，脸上带着笑，那种很得体、很大方、很慈祥的笑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中午好。她先对着台下鞠了个躬，台下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盯着台上，不知道这唱的是哪一出。今天是我儿子李强和我未来儿媳淑芬的大喜日子。他顿了顿，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温和，但我看见了他眼底那抹藏得很深的得意。本来呢，有些话不该在这个时候说。他又顿了顿，故意卖了个关子。但是我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
把话说清楚比较好。他转向我，淑芬啊，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，这个你是知道的。我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你和李强谈了3年恋爱，感情一直很好，阿姨看着你们走到今天，心里特别高兴。台下开始有人小声议论，这是要干嘛啊？不知道啊，婚礼上婆婆还要发言，没听说过这流程啊。王大妈提高了音量，所以呢，有些事咱们就得按规矩来。她看向台下，目光扫过全场。我们李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但该有的礼数一样都不会少。之前呢，我们答应了给淑芬家28万8的聘礼，这个数是2家商量好的。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然后很慢很清晰地说，但是现在我决定这个聘礼我们不给了。话音落下，死一样的寂静，连音乐都停了，不知道是谁关的。我站在舞台中央，手里还捧着那束香槟玫瑰，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李强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妈，你胡说什么？他声音都变了调，想去抢麦克风。王大妈躲开了，她看了儿子一眼，眼神里带着警告。李强，你别插嘴，这是妈有分寸。然后他又转向我，还是那副慈祥的笑脸。淑芬啊，你别误会，阿姨不是舍不得这个钱。他语重心长，阿姨是觉得你和李强结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这钱给来给去的多生分。再说了，这钱给你爸妈，他们也就是帮你存着，还不如我们直接帮你们保管，等你们以后买房子了，我们再拿出来，一样的。台下炸了，彻底炸了，议论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我的天，婚礼现场撤回聘礼，这不是打女方的脸吗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，李家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林家这下脸往哪搁？我爸妈在主桌站了起来。我爸林建国的脸色铁青，我妈赵秀英紧紧攥着旗袍的下摆，手指关节都发白了。但他们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台上，看着我。王大妈很满意这个效果，她等了几秒，等议论声稍微小了点，才继续说，淑芬，你也别觉得委屈，阿姨这也是为你好。你看，你现在嫁到我们李家，就是我们李家的人了，你的钱，李强的钱，不都是我们李家的钱吗？这28万8放在我们这儿和放在你那儿有什么区别？他笑了笑，难不成你还信不过阿姨？我看着他，看着这张涂着精致妆容的脸，看着这张我喊了3年阿姨的脸，我突然想起1个月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坐在他们家客厅的沙发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，淑芬啊，阿姨是真心把你当亲生女儿看的，以后你和李强结婚了，家里的钱都归你管，阿姨绝对不插手。我当时还感动得鼻子发酸，现在想想真可笑。李强还在试图挽回，妈，你别说了，这事我们私下说行不行？他急得额头冒汗，想去拉他妈下台。王大妈甩开他的手，什么私下说？就得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。他声音陡然拔高，今天来的都是亲戚朋友，都是见证人，我们把话说明白了，以后也省得有人说闲话。他盯着我，眼神不再慈祥，而是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锐利。淑芬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全场再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反应，等着我哭，等着我闹，等着我崩溃。毕竟这是婚礼，一个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日子，被未来婆婆当着所有亲友的面这样羞辱，这样打脸，谁能受得了？李强也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哀求，他在求我，求我不要闹，求我忍下来，求我给他妈一个台阶下。
司仪站在旁边，手足无措，脸都白了。他主持过上百场婚礼，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婚纱的束腰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高跟鞋踩在地毯上，很稳。我走到王大妈面前，看着她，她很镇定，甚至有点挑衅地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你能把我怎么样？”我没哭，也没闹，甚至脸上还带着笑。我从她手里拿过了那个麦克风，动作很轻，很自然，就像接过一杯水。王大妈愣了一下，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。我试了试麦，喂，声音很平静，透过音箱传出去，在整个宴会厅里回荡。首先，谢谢王阿姨。我看着王大妈，特意加重了阿姨2个字。谢谢您，在我和李强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，给我上了这么生动的一课。我转向台下，目光扫过那一张张或震惊、或好奇、或同情的脸。也谢谢各位亲朋好友，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见证这个特别的时刻。我顿了顿，既然王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，那我也说几句。李强冲过来，想抢麦克风。淑芬，你别！我侧身躲开，看了他一眼，就一眼。他僵住了，手停在半空中。李强，让你妈把话说完，也让我把话说完，公平吧？我语气很温和，甚至带着点笑意。但他往后退了一步。1个月前，王阿姨，哦不对，是准婆婆，拉着我的手，说把我当亲生女儿，说以后家里的钱都归我管。我看着王大妈，慢条斯理地说，我当时信了，真的，我特别感动，我觉得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婆婆。王大妈的脸色开始变了。3天前，王阿姨打电话给我妈，说家里最近资金有点紧张，28万8的聘礼，能不能先给8万8，剩下的20万等我们婚礼办完再补。台下又响起议论声。还有这事，李家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，说好的事还能变卦。我提高音量。我妈说没关系，反正这钱也是给2个孩子过日子的，不急。王阿姨又说，那婚礼的酒席钱能不能我们家也出一半，毕竟淑芬嫁过来就是我们李家的人了，婚礼是2个人的事，2家平摊才公平。这次连议论声都没了，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。王大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她想说什么，但我没给她机会。我妈还是说没关系，只要2个孩子好，钱都不是问题。昨天王阿姨来我家，说结婚的婚房虽然写的是李强的名字，但装修的钱得我们家出，因为以后我也要住。还有李强那辆车的贷款还剩10万没还，王阿姨说既然我马上就是李家的媳妇了，这债也得一起担着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每个字都很清楚，每个字都透过麦克风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王大妈终于忍不住了，林淑芬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她声音尖利，伸手要来抢麦克风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了。我有没有胡说，您心里清楚。我看着她，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收起来。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撤回聘礼，不就是算准了我不敢在婚礼上闹，算准了我会为了面子忍下来，算准了我们林家丢不起这个人吗？王大妈瞪着我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您是不是觉得婚礼都办到这一步了，戒指都要交换了，我肯定不敢反悔，肯定得嫁？我笑了笑。您是不是觉得只要我嫁了，以后怎么拿捏都是您说了算？李强终于反应过来，冲到他妈面前。妈，这些事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他眼睛都红了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。王大妈推开他，你懂什么？我这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
李强声音都在抖，你这是在毁我的婚礼？毁什么毁？王大妈也火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聘礼我就是不给了。她林淑芬爱嫁不嫁，这句话彻底撕破了脸。台下已经乱成一团，有人站起来看热闹，有人掏出手机在拍，有人摇头叹气。我爸妈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妈的眼睛红了，但她咬着嘴唇没哭出声。我爸伸手搂住她的肩膀，紧紧搂着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突然疼了一下，但我没时间难过。我重新拿起麦克风，各位安静一下。声音不大，但很有力。议论声渐渐小下去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等着看这场闹剧怎么收场。既然王阿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也表个态。我看着王大妈，一字一句地说，这28.8万的聘礼，我们家不要了。王大妈一愣，随即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好像她赢了，好像我终于服软了。但我接下来的话让她的得意僵在脸上。不但不要了，之前我们家出的婚房装修的15万，李强那辆车的10万贷款，还有今天这场婚礼，我们家垫付的8万酒席钱。我顿了顿，目光转向李强，他脸色惨白，死死盯着我。请李家在3天之内全部还清，一共33万，少1分我们就法庭见。死寂，比刚才更可怕的死寂。王大妈张着嘴，像条离水的鱼，半天发不出声音。李强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台下不知道是谁突然鼓起了掌，然后掌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响。掌声像潮水一样从宴会厅的角落涌起，迅速蔓延到整个大厅。起初只是零星的几下，然后连成了一片，最后变成震耳欲聋的轰鸣。有人站起来鼓掌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举着手机，镜头死死对准舞台，闪光灯此起彼伏，像一场荒诞的星光秀。我站在舞台中央，手里还握着那个麦克风，婚纱的裙摆铺开在地上，洁白的刺眼。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，很快很重，但很稳。王大妈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她的脸从惨白变成通红，又从通红变成铁青。你说什么？她声音尖的破了音，冲过来就要抢我手里的麦克风。我往旁边让了一步，她扑了个空，高跟鞋崴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李强赶紧扶住她，妈，你没事吧？王大妈一把推开儿子，指着我的鼻子，手指都在发抖。林淑芬，你疯了吧你？33万，你抢钱啊？他的声音透过还没关掉的麦克风，从音箱里传出来，带着刺耳的电流声。台下有人笑了，是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笑。我看着他，很平静。装修的15万，有转账记录，有装修公司的合同，上面签的是我的名字。车贷的10万是上个月23号，我从我的卡里转到李强的还款账户的，银行流水可以调。今天酒席的8万是昨天下午我妈去酒店刷的卡，发票还在她包里。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钉子，一根一根钉进王大妈的耳朵里。这些钱哪一笔不是你们李家开口要的？哪一笔不是我爸妈看在我要嫁过来的份上，心甘情愿掏的？王大妈的嘴唇在抖，她想说什么，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李强看着我，眼睛红得吓人。淑芬，你听我说，这些事我真的不知道。他声音带着哭腔，想过来拉我的手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。你不知道。我看着他那张曾经让我心动了3年的脸。你妈打电话给我妈，说要平摊酒席钱的时候，你就在旁边。你说阿姨说的对，婚礼是2个人的事。
你妈让我出装修钱的时候，你跟我说反正以后是咱们俩住，你出点钱也是应该的。你妈让我还车贷的时候，你说老婆你最好了，等我发了奖金就还你。我每说一句，李强的脸就白一分，说到最后他整个人都在抖。他想辩解，但找不到词。台下已经炸开了锅。我的天，李家这是把邻家当提款机啊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，怪不得人家姑娘要翻脸，换我也翻。33万真敢要啊，这婚还结个屁。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。王大妈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开始哭。哎呦我的老天爷啊，没天理了啊，我们李家是造了什么孽啊，娶了这么个媳妇，还没过门呢就敢这么算计婆家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。她哭得声嘶力竭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精心化的妆全花了，红色套装沾了地毯上的灰，看起来狼狈又滑稽。李强赶紧去扶她。妈你先起来，别这样。我不起来。王大妈甩开他的手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我今天就死在这儿，让大家都看看这个林淑芬是怎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。孤儿寡母这个词用得真好。李大国，也就是李强他爸，一直坐在主桌，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。现在看他老婆闹成这样，终于坐不住了。他站起来，沉着脸走上台。50多岁的男人，背有点驼，脸上皱纹很深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冷，然后弯腰去拉王大妈。起来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丢什么人？现什么眼？王大妈一把甩开他，是他林淑芬不给我们活路。我还不能哭几声了？李大国脸更黑了，他转向我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。淑芬，今天这事是你过分了，有什么话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说，当着这么多亲戚朋友的面闹成这样，像什么样子？我看着他，这个我喊了3年叔叔的男人，李叔叔。我开口，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去。是您夫人先上台的，是她说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清楚的。现在话说清楚了，怎么又变成我过分了？李大国被噎了一下，他脸色变了变，深吸一口气，试图拿出长辈的架势。就算大妈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一个晚辈也不能这么咄逼人。聘礼的事我们可以再商量，但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装修钱车贷的，都是一家人，算这么清楚有意思吗？一家人？我笑了，真的笑了。李叔叔，您说的一家人是指进不出的一家人吗？是你们家需要钱的时候，我就是一家人；我们家需要尊重的时候，我就得忍气吞声的一家人。李大国的脸彻底沉了下来。林淑芬，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长辈也得有长辈的样子。我寸步不让，为老不尊，就别怪晚辈不敬。台下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。大概没人想到，我这个平时看着温温柔柔的姑娘，能说出这么硬的话。王大妈一听这话，哭得更凶了。老李，你听见没？你听见没？他骂我为老不尊啊！我这辈子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我不活了啊！他开始用头撞地毯，当然撞得很轻，做样子，但场面已经足够难看了。李强终于崩溃了，他冲到我面前，眼睛红得能滴出血。林淑芬，你非得把事情做绝是不是？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是我们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日子，你就不能忍一忍？你就不能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将来退一步？他声音嘶哑，带着绝望的哀求。我曾经最看不得他这样，每次他这样看着我，我都会心软，都会退让，但今天不会了。李强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
我忍的还不够多吗？你妈说婚房不加我名字，因为是你婚前买的，我忍了。你妈说彩礼28万8，但陪嫁不能少于30万，我忍了。你妈说婚礼所有细节都得听她的，连我穿什么婚纱都得她点头，我忍了。我忍了3年，忍到今天，忍到婚礼现场，她上台撤我的聘礼。我顿了顿，声音有点抖，但我稳住了。你还想让我怎么忍？是不是要等我嫁过去，每天早起给你全家做饭，晚上给你全家洗脚，工资卡上交，生不出儿子就被骂，这样才叫能忍？李强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身后的王大妈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林淑芬，你别在这儿血口喷人！我什么时候让你洗脚了？什么时候骂你生不出儿子了？你自己心思歹毒，还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他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，你爱结不结？不结拉倒。就你这样的，离了我们李强，我看谁还要你？一个二手货，还敢在这儿跟我叫板？二手货3个字像一把刀，狠狠扎进我心里。台下瞬间安静了，死一样的安静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有同情，有怜悯，有好奇，有幸灾乐祸。我攥紧了手里的麦克风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很疼，但比不上心里的疼。3年，我和李强谈了3年恋爱，我把他当成了要共度一生的人，我把他的家人当成了我的家人。结果在他妈眼里，我只是个二手货，只是因为他儿子睡过了，所以不值钱了，所以可以随意践踏了。我抬起头，看着王大妈那张扭曲的脸，突然就不想再争了，没意思，真的没意思。我转向台下，看向我爸妈，他们还站在那里。我妈在哭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，但她死死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我爸搂着她，眼睛也红了。他看着我，轻轻点了点头，那眼神在说：女儿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都支持你。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没忍住，但我憋回去了。我不能哭，至少现在不能。我重新拿起麦克风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声音有点哑，但我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：今天的婚礼到此为止，很抱歉让大家看了一场闹剧。酒席已经上了，大家如果愿意，可以继续用餐，就当是我们林家请大家吃顿饭。如果不愿意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再次抱歉。我弯腰鞠了一躬，然后我摘下了头上的头纱，很轻的动作，但头纱落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也跟着一起碎了。3年结束了。我把麦克风递给旁边已经石化的司仪，他愣愣的接过去，手还在抖。我转身提着婚纱的裙摆，一步一步走下舞台，高跟鞋踩在台阶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每一步都很稳。李强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：淑芬，你别走。他力气很大，抓得我手腕生疼。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替我妈妈给你道歉，你原谅她这一次行不行？咱们把婚礼继续办完，我求你了。他声音里带着哭腔，眼泪真的掉下来了。我低头看着他抓着我手腕的手，那双手曾经牵着我走过很多路，那双手曾经在冬天把我冰凉的手揣进他口袋里，那双手曾经给我戴上了订婚戒指，但现在我只觉得恶心。放手，我说，声音很冷。淑芬，我让你放手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眼神应该很可怕，因为他愣了一下，手松了松。我趁机抽出手腕，皮肤上已经留下了一圈红印。
李强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从你妈上台撤聘礼的那一刻起，从你站在那儿一句话都不敢为你未婚妻说的时候起，我们就完了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，提着裙摆继续往前走。王大妈在我身后尖叫：林淑芬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以后就别想进我们李家的门。我脚步没停，甚至没回头。你们李家的门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进。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他听见。台下有人鼓掌，这次更热烈了，还夹杂着叫好声。姑娘好样的，这种人家不嫁也罢，支持你。我一步步往前走，穿过长长的红毯，穿过宾客席，所有人都在看我，目光复杂，但我谁都没看，我只看着出口那扇门。我妈突然冲了过来，她跑得很快，旗袍的下摆都掀起来了。她一把抱住我，抱得很紧很紧。淑芬，我的淑芬，她终于哭出了声，眼泪全蹭在我婚纱上。妈在这儿，妈在这儿，不怕，咱们回家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但我没出声，只是反手抱住她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妈，我没事。我说，声音很轻。我爸也走了过来，他没说话，只是脱下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，然后伸手搂住我和我妈。走，回家。他说，很简单的3个字，但让我心里最后那点防线彻底崩塌了。我们一家3口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朝出口走去，身后传来王大妈歇斯底里的哭声，还有李强带着绝望的喊声：淑芬，林淑芬，你回来。我没回头，一次都没有。走出宴会厅，外面的走廊很安静，走廊尽头是落地窗，午后的阳光照进来，在地毯上投下一片光影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那扇窗。婚纱太重了，拖尾太长，我走不快。我妈扶着我，小声说：淑芬，要不要先去换衣服？我摇摇头，不用。我说，就这样走。我想让所有人都看见，穿着婚纱离开婚礼现场的新娘，不是被抛弃，是自己走的，一步一步走得昂首挺胸。电梯门开了，我们走进去，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宴会厅里所有的喧嚣。电梯里只有我们3个人，镜子倒映出我的样子，头发盘得很好，妆也没花，婚纱洁白如雪，但眼睛里一点光都没有，像一潭死水。我妈看着我，又想哭了。淑芬，妈，我真的没事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想笑，但没笑出来，就是有点累，是真的累，心累。电梯下到1楼，门开了，酒店大堂人来人往，很多人看到我穿着婚纱出来，都愣住了，投来诧异的目光。我没理，继续往前走。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每一步都像在告别。走出酒店大门，午后的阳光很刺眼，我抬手遮了遮，然后我看到了那辆婚车，那辆李强借了朋友的车，装饰着鲜花和气球的白色奔驰，它就停在酒店门口。司机还坐在驾驶座上，看到我出来，赶紧下车，有点不知所措。林小姐，这不用了。我说，麻烦您了，车我们用不上了，您开回去吧。司机愣了一下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我爸妈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我爸招手叫了辆出租车，司机是个中年大叔，看到我穿着婚纱坐进来，眼睛瞪得老大。姑娘，你这是？师傅，去阳光小区。我爸报了地址，声音有点疲惫。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多问，发动了车子。车子驶离酒店，我从后车窗看出去，
那栋豪华的酒店越来越远，门口的气球拱门、红毯，还有那些来来往往的宾客，都渐渐模糊，像一场褪了色的梦，一场做了3年终于醒来的噩梦。我妈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她的手很凉，还在抖。淑芬，你想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她说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心疼。我摇摇头，妈，我不想哭。我说，真的，我只是觉得空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像被人挖走了一大块。但奇怪的是，并不疼，只是空。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停下，我爸付了钱，我们下车。下午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几个老人在树荫下乘凉。看到我穿着婚纱回来，他们都愣住了，指指点点，小声议论着什么。我没在意，提着裙摆往里走。上楼，开门。回到家的那一刻，我才真的松了口气。婚纱的束腰勒得我喘不过气，我走到客厅，瘫坐在沙发上。婚纱的裙摆铺满了整个沙发，洁白刺眼，像个讽刺的笑话。我妈蹲下来帮我解婚纱背后的扣子，她的手有点抖，解了半天才解开。束腰松开的那一刻，我终于能正常呼吸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妈起身去了厨房，我爸站在客厅中间，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爸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淑芬，我爸的声音很沉，今天这事是爸没保护好你，我应该早点看出来李佳是这种人。我睁开眼看着他，我爸眼睛还是红的，这个50多岁的男人一辈子要强，今天在女儿的婚礼上被人当众打脸，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爸，不怪你。我说，是我自己选的，是我眼瞎。我妈端着水杯过来，听到这话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不怪你，淑芬，真的不怪你。她坐在我旁边，把水杯递给我。是李家太欺负人了，是王大妈那个老妖婆不是东西。她咬牙切齿，骂得很难听，但我听着心里反而舒服了一点。至少我爸妈是站在我这边的，至少我不是一个人。我喝了口水，温水顺着喉咙流下去，稍微缓解了心里的那股燥。妈，我想把婚纱脱了。我说，穿着难受。好，好，妈帮你。我妈扶着我进了卧室。婚纱很重，一层一层的，脱起来很麻烦。我们弄了10几分钟才彻底脱下来。我换上家居服，简单的 T 恤和短裤，整个人才觉得轻松了一些。婚纱被我扔在地上，像一堆白色的垃圾。我曾经多喜欢这件婚纱啊，试了10几家店才选中这一件。李强当时还说，我穿这件婚纱是全世界最美的新娘。现在想想真可笑，最美的新娘在婚礼现场被未来婆婆当众撤聘礼，最美的新娘穿着婚纱自己走回家，真是美极了。我坐在床边看着地上的婚纱，突然笑了，笑出了声。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一滴2滴，砸在手背上，滚烫。我妈慌了，赶紧抱住我。淑芬，淑芬，你别这样，你想哭就哭，别憋着，别憋坏了。我靠在她怀里，终于放声大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3年，整整3年，我从24岁等到27岁，我把最好的青春给了那个男人，我把他当成了我的未来。我甚至想过要和他生2个孩子，一个像他，一个像我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在他妈眼里，我是个倒贴钱的2手货；在他眼里，我是个应该为了大局忍气吞声的未婚妻；在他爸眼里，我是个不懂事、不尊重长辈的晚辈。凭什么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我只是想好好结个婚，好好过个日子，怎么就那么难？我妈抱着我也跟着哭。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，哭出来就好了，她一遍遍重复，不知道是在安慰我，还是在安慰她自己。哭了很久，哭到眼泪都干了，眼睛肿得睁不开，我才停下来。妈，我饿了。我说，声音沙哑的像破风箱。我妈愣了一下，赶紧擦擦眼泪。饿了好，饿了好，妈给你做饭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。我说，煮碗面就行。好，好，妈去给你煮面，加2个荷包蛋。我妈起身去了厨房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窗外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金黄。手机一直在响，是李强，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我没接。他又发微信，一条接着一条。淑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接电话好不好？我妈那边我会去说，聘礼的事我一定让她给你个交代。你别这样，咱们好好谈谈，行吗？3年了，淑芬，3年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我看着那些消息，突然觉得很烦，直接拉黑了他。世界清静了，然后我开始删照片，手机里、电脑里所有和李强有关的照片全部删掉。我们的合照，他给我拍的照片，我给他拍的照片，一张不留。删到一半，手有点抖，但没停，直到最后一张照片消失在回收站，我才松了口气，像完成了一场仪式，一场告别过去的仪式。我妈端着面进来，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，上面铺着2个荷包蛋，快吃，趁热。她把碗递给我，我接过，拿起筷子，一口一口的吃。面有点咸，大概是我妈眼泪掉进去了，但我没说话，低着头把一整碗面都吃完了，连汤都没剩。吃饱了才觉得活过来了。妈，我想睡一会儿。我说，好，你睡，妈在这儿陪着你。我妈帮我铺好床，看着我躺下，给我盖好被子。我闭上眼睛，很累，但睡不着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这3年来的点点滴滴。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聚会上，他穿一件白衬衫，笑起来很阳光。他追了我3个月，每天接送我上下班，给我带早餐，陪我加班。我生日那天，他包下整个餐厅，给我放烟花。我爸妈一开始不喜欢他，觉得他家条件一般，人也不太踏实。但我坚持，我说他对你好。现在想想，真是瞎了眼。所谓的对我好，就是甜言蜜语，就是小恩小惠。真到了关键时刻，他连为我站出来说句话的勇气都没有。在他妈面前，他像个鹌鹑；在我面前，他像个懦夫。这样的男人，我要来干什么？给自己找罪受吗？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枕头上有阳光的味道，是我妈今天刚晒过的，真好。至少这个家还是暖的，至少我爸妈是爱我的，这就够了。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事都去他妈的。我这样想着，终于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睡得不沉，一直在做梦。梦到婚礼现场，王大妈在台上骂我，李强在台下冷眼旁观。梦到我穿着婚纱，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走，走不到头。梦到我爸妈在身后喊我，但我怎么也回不了头。然后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，不是我的手机，是我妈的。她在客厅接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还是听见了。是，我是林淑芬的妈妈。对，今天的事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是，我们是这个意思，不接了，肯定不接了。聘礼？什么聘礼？我们不要了，
一分都不要了。但该还的钱，你们李家必须还。33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王大妈，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。我女儿怎么就成二手货了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告诉你，王大妈，你再敢侮辱我女儿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妈的声音越来越高，带着愤怒的颤抖。我坐起来，走到客厅。我妈正对着电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看到我出来，她愣了一下，捂住话筒。淑芬，你怎么醒了？再去睡会儿。谁的电话？我问。是王大妈。我妈小声说。她打你电话打不通，就打到我这儿来了。我伸手。给我。我接过手机。电话那头传来王大妈尖利的声音，哪怕没开免提，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赵秀英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你们家林淑芬是什么货色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跟我儿子谈了3年，早就睡烂了，现在装什么清高？还想要33万？做梦！我1分都不会给。有本事你去告。我拿着手机，听着他在那边咆哮，心里很平静，平静的像一潭死水。王阿姨，我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他听见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。几秒后，王大妈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点错愕和更深的怒气。林淑芬，你还敢接电话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走到沙发边坐下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开了免提。倒是您，婚礼上没闹够，还要打电话来继续闹。你说什么？王大妈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。林淑芬，你还有没有点教养？我是你长辈。长辈？我笑了。为老不尊的长辈不值得尊重。你，王大妈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告诉你，林淑芬，今天这事没完。你让我们李家丢这么大脸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说法？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计时，数字一跳一跳。婚礼是你们搅黄的，聘礼是你们撤的，脸是你们自己丢的，您找我要什么说法？王大妈噎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嚷起来，我不管，反正这事你得负责，你得给我儿子道歉，给我们李家道歉。道歉？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觉得有点可笑。道什么歉？道歉我不该在你们撤聘礼的时候反驳，道歉我不该要回我们家出的钱，还是道歉我不该在你们骂我二手货的时候还嘴？王大妈不说话了，只能听见她粗重的喘息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声音低了下来，带着点试探。淑芬啊，阿姨刚才也是气昏头了，话赶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今天这事是阿姨不对，阿姨给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成这样呢？你看，婚礼都办了，亲戚朋友都来了，这婚要是真不结了，你脸上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他换了副语气，听起来诚恳多了。如果不是我早就看清了他的嘴脸，说不定还真会信。王阿姨，我打断他，您不用跟我来这套。婚礼是办了，但没办完，戒指没交换，证也没领，所以我和李强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脸上好不好看，我顿了顿，我的脸早在您上台撤聘礼的那一刻就已经丢光了，所以现在我也不在乎了。你，王大妈的语气又硬了起来。林淑芬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，离了我儿子，我看谁还要你。一个被人退婚的女人，说出去多难听，以后你还怎么嫁人？这些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说，您还是操心操心，怎么还那33万吧？3天时间，从今天算起，逾期不还，咱们就法庭见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挂得干脆利落。我妈坐在旁边看着我，
眼睛还红着，但眼神里多了点不一样的东西。淑芬，你真的要告他们？妈，我握住她的手，这钱不是小数目，是您和爸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。装修的15万，是您说要给我一个像样的婚房才掏的。车贷的10万，是我爸说要让李强开车接送我安全，才帮他还的。酒席的8万，是您说不能让我在婆家抬不起头，才垫付的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这些钱每一分都是你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凭什么白白送给李家？就因为我眼瞎，看错了人，就因为我差点嫁给了他们儿子。我妈的眼泪又掉下来了，她紧紧回握我的手。淑芬，妈不是心疼钱，妈是心疼你，我知道。我拍拍她的手，但我不能让你们的心疼变成别人欺负我的资本。我爸从书房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个文件夹，他脸色凝重，但眼神很坚定。淑芬说的对，他把文件夹放在茶几上，这是所有转账记录的复印件，还有装修合同、酒店发票，我都整理好了。李家要是不还钱，咱们就去法院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我和我妈，我林建国的女儿不能被人这么欺负了，还忍气吞声。我鼻子一酸，但这次没哭。我点点头，谢谢爸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李强，他换了个号码打来的。我本来不想接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按了接听。淑芬，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像是哭过。你别挂电话，我就说几句，说完就走。我没说话，算是默许。今天的事是我妈不对，我替她给你道歉。但是淑芬，咱们3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说放就放吗？我知道我妈做的过分，但我真的不知情。我要知道她会这么做，我死都不会让她上台。李强，我打断他，这些现在说还有意义吗？你妈上台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她撤聘礼的时候你在哪儿？她骂我二手货的时候你在哪儿？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只能听见他粗重的呼吸声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我当时懵了，我真的懵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是我妈，我总不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她吵，所以你就看着我被她羞辱。我问，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像刀子。所以你妈骂我的时候，你一句话都不说。所以你爸说我不尊重长辈的时候，你也不敢反驳。李强，3年了，我到现在才发现你原来这么怂。不，你不是怂。我顿了顿，你只是没那么爱我。你爱的是你妈，是你那个家，是你自己的面子。至于我，不过是你可以牺牲，可以妥协，可以随意对待的那个人。不是的。李强突然激动起来，淑芬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我笑了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那33万3天之内还清，少1分我们就法院见。至于你爱不爱我，我顿了顿，不重要了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这次我直接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世界彻底清静了。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，累，真的太累了。但心里那块大石头好像轻了一点。至少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，至少我没再忍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微信消息。我点开，是伴娘小芳发来的。她是我大学室友，今天的伴娘之一。淑芬，你到家了吗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需要我过去陪你吗？今天那场面，我真想冲上去抽王大妈那老妖婆2巴掌。李强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看着他妈那么欺负你。姐妹，分得好，这种妈宝男谁嫁谁倒霉。我看着这一连串的消息，心里暖了一下。
至少还有朋友站在我这边。我到家了，没事。我回他，今天谢谢你一直站在我这边。小芳秒回，谢什么谢？咱俩谁跟谁？不过淑芬，你真打算要那33万？李家能还吗？我看王大妈那德性，不像会还钱的主。我打字，还不还是他们的事，要不要是我的事。小芳发了个大拇指的表情，霸气。姐妹支持你，需要帮忙尽管说。对了，今天婚礼上你走了之后可精彩了，你想听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说吧。小芳立刻发来一大段语音，我点开，是她压低了声音，但掩饰不住兴奋的语气。你走了之后，王大妈在台上又哭又闹，说要死要活的，李强和他爸怎么拉都拉不住。台下那些亲戚大部分都走了，就剩几个跟李家关系近的还在那儿劝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好多人走的时候都摇头叹气，说李家这事做得太不地道，王大妈太欺负人。还有人直接跟李大国说，让他好好管管自己老婆，别把儿子的婚事做没了。李大国的脸啊，黑得像锅底。后来王大妈闹累了，被李强和他爸架着走了，走的时候还在骂，说你是扫把星，说娶了你他们家倒8辈子霉。李强整个人都傻了，跟丢了魂似的。对了，最绝的是酒店经理来了，说酒席的钱还没结清，问李家谁付账。王大妈一听又要掏钱，差点没当场晕过去。最后还是李大国刷的卡，刷的时候手都在抖，笑死我了。小芳说到最后忍不住笑出声。淑芬，你是没看见，太解气了，就该这样，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。我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。解气吗？好像有点，但更多的是麻木。小芳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回他，客气啥？你好好休息，别多想，这种人家早点看清是福气。又聊了几句，我结束了对话，放下手机，我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想，就这样坐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喂，是林淑芬小姐吗？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听起来30多岁，很客气。是我，您哪位？我是李强的表哥，张伟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什么事吗？淑芬啊，今天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大妈做的确实过分，我替她给你道个歉。张伟的声音很诚恳，但是你看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总得解决，是不是？你和李强3年的感情，说散就散，太可惜了。我大妈那个人就是嘴巴坏，心眼不坏，她就是一时糊涂。张哥，我打断他，如果您是想来当说客的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该说的话，我今天在婚礼上都说了。那33万，3天之内还清，少1分，我们就法院见。至于我和李强，我顿了顿，已经结束了。张伟沉默了几秒，淑芬，你先别急着做决定，这样，明天我组个局，把双方家长都叫上，坐下来好好谈谈，行不行？有什么误会，说开了就好了。毕竟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笑了。张哥，今天在婚礼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您大妈撤聘礼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？他骂我二手货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要好好谈谈？现在您来当和事佬，不觉得晚了吗？张伟被我噎得说不出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叹了口气。淑芬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咱们做事不能太绝，对不对？我大妈那个人就是脾气暴，你给她个台阶下，她肯定也会给你道歉的。至于那33万，确实有点多，你看能不能少一点？你看装修你们也住了，车李强也开了，
酒席你们家也吃了，这钱，张哥。我再次打断他，声音冷了下来。装修是我们家出的钱，但婚房写的是李强一个人的名字，我一天都没住过。车贷是我们家还的，但车是李强在开，我一次都没坐过。酒席是我们家店的钱，但宾客是李家请的，礼金是李家收的。您告诉我，这钱凭什么不能要？张伟不说话了，电话里只能听见电流的滋滋声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先挂了。我说，等等。张伟急忙喊住我，淑芬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行吗？李强真的很爱你，他刚才给我打电话，哭得不成样子，说没有你他活不下去，那是他的事。我说，跟我没关系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，拉黑这个号码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发现我的手在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气的。李家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把我当傻子，打了左脸，还想让我把右脸也伸过去。凭什么？就因为我爱过李强，就因为我差点成了他们家的媳妇，所以我就该忍气吞声，就该委曲求全，就该打落牙齿和血吞。去他的吧，老娘不伺候了。我站起来走到阳台，夜已经深了，楼下路灯亮着，偶尔有车开过，风很凉，吹在脸上，让人清醒。我妈走过来，给我披了件外套。淑芬，外面凉，进去吧。我点点头，跟着她回到客厅。淑芬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我妈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担忧。想好了。我说，婚肯定不结了，钱也一定要回来。可是我妈欲言又止，李家要是不还，咱们真的去打官司吗？那多难看啊，妈。我握住她的手，难看的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是他们言而无信，是他们得寸进尺，是他们不要脸。我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有什么难看的？我爸也走过来，坐在我对面。淑芬说的对。他点了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烟雾。这钱必须得要回来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争口气。咱们林家的女儿不能让人这么欺负。我看着我爸，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，此刻眼神坚定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我说，以前是我太傻，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总想着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计较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你越忍，他越得寸进尺；你越好说话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所以这次我不忍了，该是我的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不该我受的委屈，一点都不能受。我妈看着我，眼泪又涌了出来，但这次她没哭出声，只是用力点头。好，好，妈支持你，你想怎么做，妈都支持你。那一晚我睡得很沉，虽然梦里还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但至少心里踏实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手机吵醒的，不是电话，是微信，很多条微信，同学群、朋友群、亲戚群，全都在讨论昨天婚礼的事。有人拍了视频发了朋友圈，有人截图发了微博。虽然打了码，但熟悉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。惊！婚礼现场，婆婆上台撤聘礼，新娘霸气反击。现实版樊胜美，新娘被准婆婆当众羞辱，当场悔婚。28万聘礼引发的血案，婚礼秒变闹剧。我一条一条翻过去，心里没什么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原来在别人眼里，我的事已经成了血案。正看着，小芳的电话打进来了。淑芬，你看朋友圈了吗？她声音很急。看了。我说，李强那个王八蛋，他居然发朋友圈骂你。小芳气的声音都在抖。他说你物质，说你拜金，
说你看上的是他们家的钱，根本不是真爱，还说他妈是为了考验你才撤聘礼的，结果你没通过考验，原形毕露。我呸，真不要脸。我点开李强的朋友圈，果然凌晨3点他发了一条长文，没有指名道姓，但谁都知道在说我。3年感情终究敌不过金钱考验，我以为我找到了真爱，结果发现他爱的只是我的条件。一场婚礼看清一个人，值了。感谢那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，我没事，我会好好生活。至于某些人，好自为之。下面配了一张他一个人的背影照片，看起来孤独又落寞。评论里一堆人安慰他，兄弟，看开点，这种女人不要也罢，拜金女迟早会遭报应的。阿姨做得对，这种女人就该考验考验，你会遇到更好的。我看完笑了，真的笑了。我截了图发给小芳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爱了3年的男人。小芳发来一串愤怒的表情，气死我了，我要去骂他。别，我说，狗咬你一口，你还能咬回去吗？那怎么办？就让他这么污蔑你？放心，我打字，我有办法。挂掉电话，我打开电脑，登录云盘，找到一个加密文件夹，输入密码，里面全是这3年我和李强的聊天记录截图，还有录音，从最开始的热恋，到后来的争吵，再到最近他妈的种种要求，每一笔转账记录，每一次他让我忍一忍的对话，每一次他替他妈说话让我体谅的录音，全在里面。我早就留了一手，不是不信任他，只是女生的直觉告诉我，有些事情得留证据。现在看来，直觉是对的。我挑了最近几个月的聊天记录和录音，整理成一个文件夹，然后我注册了一个新的微博账号，名字很简单，今天婚礼被撤聘礼的新娘。第一条微博，我什么文字都没配，只放了9张图。第一张是婚礼现场，王大妈上台抢麦克风的照片。第2张是王大妈指着我的鼻子骂的视频截图。第3张是李强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照片。第4张到第6张是装修合同的照片、转账记录的照片、车贷还款记录的截图。第7张是李强那条朋友圈的截图。第8张是我和李强的聊天记录，上面是他让我体谅他妈，让我忍一忍的话。第9张是一段录音的波形图，配了文字，想要听完整版吗？发出去。然后我找了几个本地的大博主，还有情感博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关掉电脑，去刷牙洗脸。镜子里的人眼睛还有点肿，但眼神很亮，像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烧起来。刚洗完脸，手机就炸了，微博提示音像疯了一样响个不停。我点开，转发999加，评论999加，点赞999加，私信更是爆了。姐妹，支持你，这种妈宝男不能要。我的天，聊天记录看吐了，这男的好恶心。录音听了，他妈简直不是人。姐妹快跑，这才是真相。李强那个王八蛋还敢倒打一耙，已转发，让渣男社死。我一条一条翻着评论，心里没什么波澜，只是觉得真好。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明白人多，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会站在弱者那边，原来真相真的有人愿意听。正看着，李强的电话打进来了，用的是另一个新号码。我接了，林淑芬，她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和慌乱。你发那些东西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毁了我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被多少人骂？我工作都要保不住了。我笑了。
李强，你发朋友圈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毁了我？你妈在婚礼上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会丢工作？现在轮到你自己了，知道急了。李强噎了一下，声音软了下来。淑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把微博删了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谈谈，行不行？那33万我还，我一定还，你先把微博删了，求你了，晚了。我说，李强，从你发那条朋友圈开始，我们就没得谈了。现在我不光要那33万，我还要你和你妈公开向我道歉，否则我顿了顿，咱们法院见。电话那头传来粗重的喘息声，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。林淑芬，你非要做得这么绝？李强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，带着压抑不住的恨意。不是我做的绝，是你们逼的。我看着窗外，阳光很好，但照不进我心里。从你妈上台撤聘礼的那一刻起，你们就没给我留退路。从你发朋友圈污蔑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李强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电话。公开道歉不可能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。我妈不会同意的，她那么要面子，那你们就等着被告吧。我说得很平静，33万加上公开道歉，少一样都不行。李强还想说什么，但我没给他机会。我挂了电话。来嘿，动作一气呵成。做完这些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跳出的微博通知，数字一直在涨，转发已经破万了，评论里几乎一边倒的支持我。偶尔有几个理中客说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女方也有问题，立刻就会被喷得体无完肤。这个世界有时候还挺公平的，至少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是非的。正看着，门铃响了，我妈去开门，门外站着2个人，李强和他爸李大国。李强眼睛通红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身上的西装还是昨天婚礼那套，皱得像咸菜。李大国脸色铁青，背挺得笔直，但眼神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。亲家，李大国开口，声音沙哑，我们能进去谈谈吗？我妈回头看我，我点点头，进来吧。我说。他们走进来，站在客厅中央，有点局促。李大国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复杂。淑芬，昨天的事是我们不对。他开口，声音很低。我代大妈，代李强给你道歉。说完，他弯下腰，鞠了一躬。50多岁的男人，腰弯得很深。李强站在旁边，低着头，手指攥得紧紧的，骨节发白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着。那33万，李大国直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茶几上。这里有20万，是我们家现在能拿出来的所有钱，剩下的13万，我们打个欠条，分期还，行吗？我看着那张卡，普通的储蓄卡，蓝色的。公开道歉呢？我问。李大国的脸色变了变。淑芬，道歉的事能不能私下解决？大妈那个人你也知道，让他公开道歉，比杀了他还难，那就法院见。我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决。李大国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在压抑怒火。淑芬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们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大妈昨天回去就病了，血压高到180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李强的工作也受了影响，公司领导找他谈话，说影响不好，所以呢，我看着他们，所以我就该原谅，就该算了，就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李叔叔，您儿子发朋友圈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？您夫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我二手货的时候，
怎么没想过我会不会生病？现在轮到你们自己了，知道难受了。李大国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。李强突然抬起头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林淑芬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恨到非要毁了我才甘心？我看着他，这张曾经让我心动过的脸，此刻只剩下扭曲和怨恨。我不恨你，我说，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。你们李家对我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在逼我反击。现在我反击了，你们受不了了，就说我狠。李强，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李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他往前走了2步，想靠近我。我爸立刻站起来，挡在我面前。李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爸的声音很沉，带着警告。李强停下脚步，看着我爸，又看看我，突然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林淑芬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微博你删不删？道歉你道不道？钱你要不要？我看着他，微博不会删，除非你们公开道歉。道歉必须公开，在你们李家的家族群里，在你朋友圈，在你妈的朋友圈发道歉声明。钱33万，1分不能少，3天之内必须还清。我一字一句说得很清楚，少一样咱们就法院见。李强脸上的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。好，好，他点点头，往后退了2步。林淑芬，你真行，3年感情，在你眼里就值33万。不，我纠正他，3年感情，在你们李家眼里就值一个可以随意羞辱、随意践踏的儿媳妇。现在我不想当了，所以你们得付出代价，就这么简单。李强不说话了，他死死盯着我，盯了很久，然后突然转身冲出了门。李强，李大国喊了一声，但没追出去。他站在原地，看着茶几上那张卡，又看看我，长长叹了口气。淑芬，这20万你先拿着，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。道歉的事我去跟大妈说，但她同不同意我不能保证。说完他也转身走了，背影佝偻，像一下子老了10岁。门关上了，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妈拿起那张卡，看着我，淑芬，这钱收着。我说，本来就是我们的。我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淑芬，你做得对，对付这种人就不能心软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有点空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至少我没妥协，至少我没让他们得逞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王大妈。我接起来，开了免提。林淑芬，她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带着病中的虚弱，但怒气一点没减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你想逼死我们全家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想让我公开道歉，门都没有。有本事你就去告，我看法院能把我怎么样。我听着他在那边咆哮，等他说完了才开口。王阿姨，您不用这么激动，道不道歉是您的自由，告不告是我的自由。您既然选择了不道歉，那我们就法院见。您好好养病，毕竟上了法庭需要体力。你，王大妈气得直喘。林淑芬，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我认识人，法院里我有关系。你想告我？做梦！你去告啊，看谁告得赢谁。我笑了。王阿姨，您认识人是您的事，我证据齐全是我的事，咱们法庭上见分晓，行吗？对了，提醒您一句，您刚才说的法院里我有关系这句话，我已经录音了，到时候我会一并交给法官。电话那头突然没声音了，只有粗重的喘息声。过了好几秒，王大妈
才开口，声音都变了调。你录音？当然。我说，跟您这样的人打交道，不留点证据怎么行？你这个王阿姨，注意血压。我打断她，您要是在开庭前气出个好歹，那可就不划算了。毕竟33万还没还呢，您得保重身体，好好还钱。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这次我没拉黑，我得留着他，看他还能说出什么精彩的话来。我妈在旁边听着，忍不住笑了。淑芬，你这张嘴现在怎么这么厉害？被逼的。我说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何况是人。正说着，微博又弹出一条特别关注，是我早上发的那条，被一个大 V 转发了，配文支持姑娘维权，这种婆家不嫁是福气。转发量瞬间又涨了几千，评论里更热闹了。有人扒出了李强的公司，有人扒出了王大妈的工作单位，甚至有人扒出了李大国的退休前单位。一时间，李家所有人的信息都被曝光了。虽然很快就被平台屏蔽了，但截图已经传得到处都是。我皱了皱眉，这有点过了。我只想要个公道，没想网暴他们。正想着，李强的电话又打来了。这次他声音里带着哭腔：林淑芬，我求你了，把微博删了吧，我公司领导找我谈话了，说再这样下去，我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我妈的单位也打电话来了，说他影响单位形象，我爸那边也被领导找去谈话了，我们一家都快被你毁了。我求你高抬贵手，行不行？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33万，我一分不少，现在就给你。只要你把微博删了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他哭得很厉害，像个孩子，但我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。李强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你发朋友圈污蔑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影响我？你妈在婚礼上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毁了我？现在轮到你们自己了，知道求饶了。晚了。我说，微博我不会删，除非你们公开道歉。钱33万，一分不能少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也是你们该付出的代价。李强不哭了，电话那头只剩下死一样的沉默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林淑芬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？我没觉得我赢了。我说，我只是在拿回我该拿的东西。好。李强说，33万我给你，公开道歉我也会让我妈发。但是林淑芬，你记着，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说完，他挂了电话。这次是他先挂的。我放下手机，心里那块大石头终于彻底落地了。虽然过程很难看，但至少结果是我想要的。钱要回来了，公道要回来了，尊严也要回来了，这就够了。至于李强最后那句话，我笑了笑。这辈子我本来也不想再看见他。正想着，微信弹出一条消息，是李强发来的，一张截图，是他们李家家族群的聊天记录。王大妈发了一条消息，今天我王大妈郑重向林淑芬小姐道歉。在昨天的婚礼上，我不该擅自上台撤回聘礼，更不该当众说出侮辱林淑芬小姐的话。我错了，我向林淑芬小姐以及林家全家诚恳道歉，对不起。下面李强也发了一条，我李强在此向林淑芬道歉。我不该在朋友圈发布不实信息，污蔑林淑芬。我不该在婚礼上眼睁睁看着我妈羞辱林淑芬，却无动于衷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截图后面，李强又发来一条消息，道歉发了，钱也转过去了
33万，1分不少。现在可以把微博删了吗？我看着那2条道歉声明，很简短，很官方，但至少是公开的，至少他们低头了。我截了图保存，然后登录微博，删除了早上那条，但没发新微博，没必要了。该要的我都要回来了，该讨的公道我也讨回来了，剩下的就让他过去吧。刚删完微博，小芳的电话就打来了。淑芬，李强和他妈真的公开道歉了。我的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太解气了。我笑了笑，没什么，就是坚持而已。坚持该坚持的，放弃该放弃的。姐妹，你太牛了。小芳激动的不行。对了，你看到李强的朋友圈了吗？他把之前那条删了，重新发了一条，说什么3年感情到此为止，各自安好。我呸，装什么深情，早干嘛去了？算了，我说，都过去了。对，过去了。小芳说，这种渣男早点看清是福气。淑芬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要不要我陪你出去旅游，散散心？不用了。我说，我想在家陪陪爸妈，而且我也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那好吧，你有事随时叫我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沙发上，闭上眼睛。累，真的很累，但心里是轻松的，像卸下了一块背了3年的石头，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我妈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，轻轻摸着我的头发。淑芬，想哭就哭吧，妈在这儿。我摇摇头，妈，我不想哭，我只是觉得有点荒唐。荒唐什么？荒唐我居然花了3年时间才看清一个人，荒唐我居然差点就嫁给了那样的人家。我妈叹了口气，不荒唐。她说，人这一辈子谁还没走过弯路？重要的是走错了，知道回头，知道保护自己，知道为自己讨公道。淑芬，你做得很好，比妈想象中还要好。我睁开眼睛看着她，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，傻孩子。她拍拍我的手，饿不饿？妈给你做饭去。我点头，我想吃红烧肉。好，妈给你做。她起身去了厨房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的阳光，天很蓝，云很白，一切都很好。虽然伤口还在，但至少不会再流血了。虽然心里还有疤，但至少不会再疼了。这就够了，真的够了。红烧肉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的时候，门铃又响了。这次响得很急，一下接一下，像催命。我爸皱了皱眉，走过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女人，50岁上下，穿一身深蓝色套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拎着个黑色的公文包。他身后还跟着个年轻男人，27、8岁的样子，戴副金边眼镜，也提着个公文包。请问这里是林淑芬家吗？女人开口，声音很冷，带着公事公办的腔调。我是。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女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眼神锐利的像刀子。我是王大妈的姐姐，王大姨。她自我介绍，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傲慢。这是我儿子，王明，律师。王明推了推眼镜，冲我点点头，但眼神里没什么温度。我们能进去谈吗？王大姨说着，已经侧身要往里走。我爸挡在门口，没让。有事就在这儿说。他声音很沉，带着不悦。王大姨脸色变了变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高高在上的表情。行，那就这儿说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。林淑芬小姐，关于你和我外甥李强之间的事，我们已经听说了。作为长辈，
我不得不说，你做的太过分了。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公开道歉，33万，这些你都拿到了。王大姨继续说，声音越来越高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那些微博，大妈被单位停职了，李强被公司劝退了，大国也被退休单位约谈，连退休金都差点受影响。他盯着我，眼神像要把我生吞活剥。你满意了？你毁了我们一家人，你满意了？我笑了，真的笑了。王阿姨，您这话说的不对，毁了你妹妹一家的不是我，是他们自己。是王大妈阿姨在婚礼上撤聘礼的时候，是她骂我二手货的时候，是她自己毁了自己。是李强发朋友圈污蔑我的时候，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工作。至于您姐夫，我看着王明。王律师，您应该清楚，诽谤他人是要承担责任的。单位约谈是正常程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王明推了推眼镜，没说话。王大姨的脸涨得通红。林淑芬，你别在这儿强词夺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来找你，不是来吵架的。他从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，摔在我面前。这份是和解协议，签了它，保证以后不再在任何平台发布关于我妹妹一家的任何信息，保证不再追究任何责任。否则，他顿了顿，眼神阴冷，我们就会告你诽谤，告你侵犯隐私，告你网暴。我捡起那份协议，很厚，10几页，条款密密麻麻，写得冠冕堂皇，核心意思就一个，让我闭嘴。王阿姨，我放下协议，看着她，你妹妹一家道歉了，钱也还了，事情已经了。我删了微博，没再发任何东西。您凭什么还要我签这个？凭什么？王大姨冷笑一声，就凭你发的那些东西，已经对我们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就凭你害得我妹妹停职，害得我外甥失业。林淑芬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没完。你要是不签，咱们就法庭上见。他声音尖利，引得邻居都开门探头来看。我妈从厨房出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王大姨，你别在这儿欺负我女儿。我妈声音不大，但很硬。是你妹妹先欺负我女儿的。婚礼上撤聘礼，当众骂人，这是什么行为？现在倒打一耙，你们李家还要不要脸？王大姨被我妈噎得说不出话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王明终于开口了，阿姨，您别激动。他声音很温和，但眼神很冷。这件事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林小姐在网络上公开我姑姑一家的个人信息，确实涉嫌侵犯隐私。如果真要追究起来，林小姐也是要承担责任的。所以签了这份和解协议，对大家都好。她看着我，林小姐，您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看着他，这个年轻的律师说话滴水不漏，但字里行间都是威胁。王律师，您说我在网上公开他们的个人信息，请问我公开了什么？是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证号，还是家庭住址，还是电话号码？我发的只有婚礼现场的照片、聊天记录的截图、转账记录的截图，这些哪一样是他们的隐私？如果这些也算隐私，那王大妈阿姨在婚礼上当众撤聘礼，当众骂我二手货，算不算公开我的隐私？王明被我问得一愣，他推了推眼镜，一时没接上话。而且，我继续说，您刚才说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，请问我哪里不对？是不该在你们撤聘礼的时候反驳，还是不该要回我们家出的钱，还是不该在你们污蔑我的时候拿出证据自证清白？王明的脸色变了变。林小姐，您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我们现在是在解决问题，不是在吵架。解决问题。
我笑了。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逼我签一份不平等条约，就是让我保证永远闭嘴，否则就要告我。王律师，您这律师当的可真够专业的。王明的脸彻底沉了下来。林小姐，如果您是这个态度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法庭上见吧。他收起协议，转身就要走。等等，我开口。他们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。王阿姨，王律师。我看着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你们要告我是你们的权利，我奉陪，但是在告我之前，请你们先想清楚。我手里有婚礼现场的完整录像，有王大妈阿姨骂我的录音，有李强让我忍一忍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你们今天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也都录了音。我举起手机，需要我现在放给你们听吗？王大姨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她指着我的手在抖。我怎么？我放下手机。王阿姨，您刚才说要告我诽谤，告我侵犯隐私，告我网暴。行，我等着。正好，我也想让法官评评理，看看在婚礼上撤聘礼，当众骂未来儿媳妇二手货，算不算侮辱？看看在朋友圈污蔑前女友拜金物质，算不算诽谤？看看仗着自己是长辈就逼人签不平等协议，算不算胁迫？我顿了顿，看着他们越来越难看的脸色。你们觉得法官会站在哪一边？王大姨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王明拉了拉她的袖子，妈，我们先走吧。他声音很低，带着点慌乱。王大姨不甘心，还想说什么，但被王明硬拉着走了。走到楼梯口，他又回头瞪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全是恨意，像要把我千刀万剐。门关上了，走廊里重新安静下来，邻居的门也关上了，但我知道他们都在听，都在看，但这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我没退，一步都没退。我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淑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摇摇头，就是觉得有点累。这些人怎么没完没了？我妈叹了口气，李家那些人就是这样。王大妈霸道，她姐姐更霸道。以前我就听说过，王大姨在单位里就是个刺头，谁都不敢惹。没想到今天找上门来了。不怕，我爸说，咱们有理，怕什么？对，我点点头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他们要告，就让他们告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告出什么来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有点堵。明明事情已经结束了，明明该要的都要回来了，为什么他们还要来闹？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？难道就因为我反击了？就因为我没有忍气吞声，所以我就成了坏人，就成了他们要讨伐的对象？这世道真是可笑。正想着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。喂，是林淑芬小姐吗？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客气。我是，您哪位？我是李强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，姓赵。我心里一紧。赵总，您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林小姐，关于李强离职的事，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些情况。赵总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李强在离职前向公司反映，说您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，导致他名誉受损，被迫离职。公司对此非常重视，想听听您的说法。我深吸一口气。赵总，李强离职是因为他在朋友圈发布不实信息，污蔑我拜金物质，被同事截图传到公司群里，影响恶劣。这件事公司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至于我在网上发布的信息，全部都是事实，有证据支持。如果您需要，
我可以把证据发给您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林小姐，我们了解的情况可能和您说的有些出入。李强是公司的老员工，工作一直很努力，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他就这样离开，所以我们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忙？请您在网上发一份声明，说明您和李强之间只是普通感情纠纷，不存在经济纠纷，也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。这样或许可以挽回李强的一些名誉，也让公司有个台阶下。我笑了。赵总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撒谎？不是撒谎，是澄清。赵总纠正道。林小姐，您应该明白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。李强虽然离职了，但他在行业里还有人脉。您把事情做绝了，对您自己也没好处，不是吗？这话听着客气，但全是威胁。赵总，我开口，声音很冷。第一，我和李强之间不只是感情纠纷，还有经济纠纷，他已经还了我33万，这就是证据。第二，我在网上发布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实，有证据支持，不存在任何不实之处。第三，李强离职是他自己行为不端导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第四，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已经录音了。如果您公司想包庇一个诽谤前女友的员工，我不介意把录音也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评评理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，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。过了很久，赵总才开口，声音干涩。林小姐，您误会了，我们公司绝对没有包庇的意思。既然您这么说，那就算了，打扰了。说完，他匆匆挂了电话，像逃一样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窗外，天已经暗下来了，夕阳的余晖把云层染成橘红色，很美，但我的心很冷。这些人一个接一个轮番上阵，软的、硬的、威胁的、利诱的，全来了，就为了逼我低头，就为了让我承认我做错了。可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，我只是在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这也有错吗？淑芬，谁的电话？我妈走过来，担心的看着我。李强公司的人力总监。我说，想让我发声明，帮李强洗白。我没同意。他们威胁你了？我爸也走过来，脸色凝重。算是吧。我笑笑。不过没事，我录音了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我爸点点头，但眼神里的担忧没散。淑芬，这几天你尽量别出门，李家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知道。我说，我会小心的。话刚说完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微信视频，发起人李强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。镜头里，李强坐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背景是白色的墙壁，看起来很简陋。他眼睛肿得厉害，脸色苍白，胡子拉碴，像个流浪汉。淑芬，他开口，声音嘶哑，我想见你最后一面，求你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没必要。我说，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该了结的也都了结了，没必要再见了。不，李强突然激动起来，有必要。淑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该发那条朋友圈，不该污蔑你，我不该眼睁睁看着我妈欺负你，却不敢说话。我不该。他哭了，哭得很厉害，像个孩子。淑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我保证，再也不让我妈干涉我们的事。我保证，李强。我打断他，晚了。从你妈上台撤聘礼的那一刻起，就晚了。从你发朋友圈污蔑我的那一刻起，就彻底晚了。
现在说这些没意义了。不，有意义。李强喊着，脸都扭曲了。淑芬，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你只是生气，只是恨我，但你心里还有我，对不对？我们3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？你告诉我，你还爱我？我看着他，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，此刻像个疯子。我不爱你了，我说，很平静，很肯定。从你妈撤聘礼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爱了。从你一言不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爱了。从你发朋友圈污蔑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彻底不爱了。李强，我不爱你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。电话那头死一样的寂静，李强呆呆地看着镜头，眼泪不停地流，但他没说话，只是看着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声音轻得像羽毛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林淑芬，祝你幸福，再见。说完，他挂了视频。这次是真的结束了，彻彻底底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阳台，夜风吹在脸上，很凉，但心里很平静，像暴风雨过后终于放晴的天空。虽然还有乌云，但至少天亮了；虽然还有伤口，但至少不流血了。这就够了，真的够了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银行的短信，33万，一分不少，全数到账。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，我没什么感觉，就像看一串普通的代码。该高兴吗？好像应该，毕竟这是我们家应得的钱，但就是高兴不起来，只觉得累，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。我妈拿着手机反反复复核对了好几遍，才松了口气，总算是要回来了。她说着，眼圈又红了，就是委屈了我们淑芬。妈，我没事。我拍拍她的手，钱要回来了，公道也要回来了，挺好的。就是她欲言又止。就是什么？就是以后你可怎么办啊？她声音很轻，带着心疼。婚礼上闹成这样，亲戚朋友都知道了，以后谁还敢？妈，我打断他，没人要就没人要，我一个人也能过得好。再说了，经过这次，我也看明白了，婚姻这回事，急不得，宁缺毋滥。我妈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。你说的对，宁缺毋滥。我爸从书房出来，手里拿着张纸。淑芬，这是李家签的还款协议，还有道歉声明的复印件，我都收好了。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来找事，这就是证据。我接过来看了看，协议写得很清楚，33万已结清，道歉声明也白纸黑字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谢谢爸，我说。一家人说什么谢？我爸摸摸我的头，你没事就好。是啊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空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像被挖走了一大块。但没关系，时间会填满的，总会填满的。1个月后，我换了新工作，新公司离我家有点远，但环境很好，同事也友善，没人知道我的过去，没人用同情或好奇的眼神看我，这很好。我开始学画画，报了个成人班，每周3晚上去上课。老师夸我有天赋，说我的画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我说是沧桑。老师笑了，说年轻人哪来的沧桑？我没解释，有些事不需要解释。小芳偶尔会来找我，带我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。她从不提李强，不提那场婚礼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这让我很感激。有些朋友就是这样，知道你痛在哪里，所以绝不去碰。3个月后，我升了职，加了薪。老板说我做事果断，有原则，是块好料子。我笑笑，没说话。果断吗？也许吧。
是被逼出来的。有原则吗？也许吧。是伤出来的。周末我陪爸妈去爬山，山不高，但风景很好。爬到半山腰，我妈累了，坐在石头上休息，我爸陪着她。我继续往上爬，想看看山顶的风景。爬到山顶的时候，出了一身汗，风很大，吹在脸上，很舒服。我站在崖边，看着脚下的城市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故事。我的故事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，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是全部。林淑芬，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回头，是个男人，30岁上下，穿一身运动装，背着个登山包，有点眼熟。真的是你？他走近几步，脸上带着笑。我还以为看错了。我想起来了，高中同学刘伟，高3那年转学走的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。刘伟，我有点不确定。对，是我。他笑得更开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也笑了笑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1个月。他在我旁边的石头上坐下，从包里拿出瓶水递给我。喝吗？谢谢。我接过来，没喝，拿在手里。听说你，他顿了顿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听说你之前婚礼上的事。我替他说完。他点点头。我听说了，挺震惊的。是吗？我看着远方。我自己也挺震惊的。后悔吗？他问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嫁给他。我想了想，不后悔，甚至有点庆幸。庆幸？我点点头。庆幸在结婚前看清了他们一家，庆幸我没嫁过去，庆幸我及时止损了。刘伟看着我，眼神有点复杂。你变了很多。他说，以前高中的时候，你总是安安静静的，说话都不敢大声。现在怎么了？现在很锋利。他斟酌着用词，像一把出鞘的刀。我笑了。是吗？可能是被生活磨的吧。磨得好。他说，人总得有点锋芒，不然会被欺负。我没接话。风吹过来，有点冷。你怎么样？我问。结婚了？没。他摇头。谈过几个，都没成。为什么？不合适。他笑笑。要么我看不上他，要么他看不上我。就这么拖着，拖到现在。你呢？他转头看我。有什么打算？没什么打算。我说，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，剩下的随缘吧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我们就这样并肩坐着，看着远处的风景。阳光很好，云很淡，一切都刚刚好。下山的时候，刘伟要了我的微信。老同学，加一下，以后常联系。他说，我同意了。多一个朋友，没什么不好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平静安稳。偶尔会有李家的消息传来。王大妈因为停职的事闹到单位领导那里，结果被通报批评，提前退休了。李强换了工作，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听说混得不太好。李大国也退了，整天在家和王大妈吵架，听说吵得很凶，邻居都报警了。这些消息都是小芳告诉我的。她总是能打听到各种八卦，每次说完，她都会补一句，活该。我笑笑，没说话。活该吗？也许吧，但已经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的生活在往前，没时间回头看。半年后，公司年会，我作为部门优秀员工上台领奖，聚光灯打在身上，有点热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我看着那些陌生的脸，心里很平静。领完奖下台，刘伟发来微信，恭喜，附带一张照片。
是我在台上领奖的样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回，我也在。他说，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在同一个酒店办年会，刚才在台下看到你了，差点没认出来，变漂亮了。我看着那行字，笑了笑。谢谢。结束后有空吗？喝一杯？他问。我犹豫了一下。好。年会结束，已经晚上10点。刘伟在酒店门口等我。他换了身衣服，简单的白衬衫，黑裤子，看起来很清爽。想去哪儿？他问。都行。那跟我走。他带我去了江边的一家清吧，人不多，音乐很轻。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能看到江上的夜景。喝酒吗？他问。不了，果汁就行。好。他点了2杯果汁，又点了些小吃。你经常来这儿？我问。偶尔。他说。心烦的时候会过来坐坐，看江水流啊流，心情就好多了。我点点头。确实，江水能带走很多东西，包括烦恼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什么？你现在还是一个人？我点头。挺好的。他说。自由。你呢？也一个人。他笑笑。自由惯了，突然多个人，反而不适应。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聊工作，聊生活，聊高中时候的趣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快到12点的时候，他送我回家。车开到小区门口，我下车。谢谢。我说。客气。他摇下车窗。林淑芬。下次还能约你吗？他问。很直接。我看着他，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，柔和了棱角。再说吧。我说。好。他笑笑。晚安。晚安。我转身往里走，没回头，但我知道他在看我。走了一段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刘伟发来的消息。今天很开心。谢谢你。我回了个表情。我也是。回到家，爸妈已经睡了，客厅的灯还亮着，给我留的。我洗了澡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想，就这样睡着了。梦里还是那场婚礼，但这次我没有穿婚纱，我穿着普通的衣服，站在台下，看着台上的闹剧，像个旁观者。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光斑。我伸了个懒腰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日子就这么过着，平淡但充实。刘伟偶尔会约我吃饭、看电影、爬山，我有时会去，有时不会，看心情。他从不逼我，也不问太多，就这样慢慢相处，像朋友，又不止朋友。1年后，我升了部门主管，手下管着10几个人，忙，但很有成就感。刘伟自己开了家公司，做互联网的，起步阶段也很忙。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了，但联系没断，每天微信，偶尔电话，像老朋友，又像恋人未满。但我没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吧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不该来的强求也没用。又过了半年，春节，家里来了很多亲戚，7大姑8大姨围着我问东问西。淑芬，听说你现在是主管了，真厉害，工资涨了不少吧？有没有男朋友啊？老大不小了，该找了，不然好男人都被挑光了。我笑笑没说话，我妈替我挡了回去。淑芬还小，不急。再说了，她现在工作这么忙，哪有时间谈恋爱？工作再忙，也得考虑终身大事啊。三姑不依不饶。你看我们家小丽，比淑芬还小2岁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就是，二婶附和。
女人啊，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工作再好有什么用？老了连个伴都没有。我没接话，起身去了阳台。外面的鞭炮声很响，烟花在夜空绽开，绚烂但短暂，像爱情。淑芬，刘伟发来微信，在干嘛？看烟花。我回，附带一张照片，真美。他说，明年一起看。我看着那行字，心里动了一下，但没回。有些事需要时间，急不得。春节过后，生活又回到正轨，工作、加班、应酬，偶尔和刘伟见面，他还是那样不紧不慢，不逼不问。就这样，又过了1年，我28岁了。生日那天，刘伟送来一束花，不是玫瑰，是向日葵。愿你像向日葵一样，永远向着阳光。卡片上这样写。我捧着花，心里暖暖的。谢谢。我说，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吃饭。他问，有。那老地方见。好。晚上江边那家清吧，还是靠窗的位置，但这次只有我们2个人。生日快乐。他举杯。谢谢。我碰了碰他的杯子，果汁碰出了酒的感觉。林淑芬。他放下杯子，看着我，眼神很认真。我们认识也有1年多了吧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，他顿了顿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很直接，直接的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别急着回答。他说，我知道你之前受过伤，需要时间。我不逼你，我可以等，等你准备好，等你愿意。我看着他，灯光下他的眼睛很亮，像星星。刘伟，我开口，声音有点哑。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。能。他打断我，你当然能。林淑芬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姑娘，你敢在婚礼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为自己讨公道，你敢一个人面对那么多风雨，你敢重新开始，敢活得这么漂亮，这样的你怎么会不能爱？我鼻子一酸，差点掉眼泪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很轻但很坚定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，未来的事我们一起面对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在乎我们的未来。我看着他的手，很大很暖。给我点时间。我说，好。他点头，多久都行。那天之后，我们的关系近了很多，但也没近到情侣的程度，像朋友以上，恋人未满。但这样也很好，很舒服，不急不躁，细水长流。又过了半年，我29岁生日，刘伟包下整个餐厅，没有烟花，没有音乐，只有我们2个人和一份文件。这是什么？我问。婚前协议。他说。我愣住了。你别误会。他笑笑。不是不信任你，是我想给你安全感。我翻开文件，条款很简单，婚前财产各归各，婚后收入共同所有。如果离婚，我拿7，他拿3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因为你是女孩子。他说，女孩子在婚姻里总是弱势的一方，我不想让你吃亏，更不想让你再有后顾之忧。我看着那份协议，又看看他。刘伟，你确定要跟我结婚？确定。哪怕你什么？他看着我。哪怕我结过婚。你没结过。他说，那场婚礼不算。哪怕我名声不好。你名声很好。他说，勇敢、独立、有原则。我喜欢这样的你。哪怕我没有哪怕。他打断我。林淑芬，我爱你，爱你的全部，包括你的过去、
你的现在，你的未来。我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我笑了。好，我说，我们结婚。他愣住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结婚。我重复了一遍，但这份协议不用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你。我说，就像你相信我一样。他眼睛红了，一把抱住我，抱得很紧很紧，像要把我揉进骨子里。谢谢你，他说，声音哽咽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我靠在他怀里，闻着他身上清爽的味道，心里很踏实，很安定，像漂泊了很久的船终于靠了岸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只请了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，没有繁琐的流程，没有冗长的致辞，只有简单的宣誓，交换戒指，然后吃饭。我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没有拖尾，没有头纱，但很美。刘伟穿着西装，很帅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的光比钻石还亮。我愿意，他说。我愿意，我说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小芳在下面哭得稀里哗啦。太好了，淑芬，你终于找到幸福了。我爸妈也哭了，但这次是高兴的眼泪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去了蜜月旅行，没有去太远的地方，就在国内走走停停，看山看水看人，累了就休息，饿了就吃饭，很随意，也很幸福。回来那天，飞机落地，刘伟牵着我的手走出机场，阳光很好，风很轻。回家？他问。回家。我说，回我们的家。读者朋友们你好，感谢您听完这篇故事。如果您喜欢小宁讲故事，请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多多评论互动，小宁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好书。